Parkes 它這次的升級的特點有哪一些？主要的話，它最大的特點就是直接有內建 107G 的記憶體，所以使用的話會更方便。再來的話 ，4K 有支援到240fps 的慢動作，對比 Parkes 3來的高2倍許多。好，然後再來的話，它有6檔的色彩風格可以去做調整，還有美顏的功能都有內建在裡面，不用透過 App 去做設定。嗨，我是沙啞小薰薰，歡迎回到我的頻道。今天來介紹一下 Parkes 4，我們先來開箱它的全能套裝版本。它有的配件是這一些，它這一次會有附一個跟 Parkes 3一樣的收納包，還多送了一個小的絨布包。那這一台的話就是 Parkes 主機本體，一樣會有附一個短的手把、傳輸線、Mic 3的麥克風，這次多了一個這個補光燈、防風毛套、光腳鏡，這次也是有附的，它少了一個長續航手把。對，不過少了一支長續航手把，它的整體的套裝的價格也有再拉低一些，因為 Parkes 3之前呢定價是大概是22000左右，它這次的話。全能套裝 Parkes 4它大概是18590那邊會比較划算一些，所以就算你再加上一個續航手把，價格也不會貴到太多，所以蠻建議可以選擇 Parkes 4的。Parkes 4升級的部分呢，會多了107G 的容量，所以這次不用裝記憶卡也可以直接錄。它這邊有一個記憶卡的防塵蓋，我覺得保護性也會比較高一些。現在記憶卡真的是長得超級兇，直接送你107G 的容量，避免說沒有裝到記憶卡的窘境。它這一次是直接附這個卡扣，保護雲台不會亂搖晃。對，我們看一下它這一次的拍攝的格式有哪一些。現在是錄影模式啊，我們往上拉。它這邊的話，一樣是可以拍到 4K， 然後60幀。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拍慢動作的話，我們這邊可以直接調選到這個 Slow 這裡，它最高可以直接選擇到 4K 240fps 慢動作。那這個的話，我自己是覺得用起來非常好，因為很多慢動作的场景啊，一般的手機是辦不到的。对，200fps 的話，等於可以到8倍。对你的那個流水的細節啊，或者說你有一些什麼精彩瞬間，用這種慢動作拍起來的話，效果會比較豐富。它還有內建膠片感的風格可以做調整，裡面總共會有8組的風格可以去做選擇，讓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。那如果覺得風格太強的話，旁邊也有百分比，你也可以去做拉。去調整成色彩的部分風格，我可以直接調到 D-Log， 然後是有支援到10bit 的，對，好，然後這次的話，它還有美顏可以直接在這邊直接做套用。好，那我們講一下它的相機拍照的部分，它這次跟 Parkes 3比的話，拍照的畫素有到3700萬畫素，動態範圍有升級到14檔，這邊我們可以去調整，對，超清，因為以往啊之前。詬病的就是說 Parkes 3如果它要去做拍攝拍照的部分，畫質啊就會比較差一些。现在它升級起來有3700萬畫素的話，拍照的話就不用怕說畫質不夠會比較糊的問題。好，它這次的感光元件雖然是跟 Parkes 3一模一樣1寸，不過它這次1寸的感光元件是重新設計過，畫質其實夜拍啊或細節度的話，其實還是會好蠻多的。對，這一點的話是蠻有感的。好，低光模式啊，也是可以拍到 4K 30fps 的攝影格式這樣子。然後再來的話，我們試一下這個補光燈，因為這補光燈也是它這一次的新一個重點，它是磁吸的，直接把它吸在背後這樣子。對，然後它是不用充電的，直接吃主機的電量。上面會有2顆按鈕，可以簡單看一下。它總共會有3檔的亮度可以去做調整。好，那左手邊的話，這邊的話就是色溫，一樣是有3檔的色溫可以去做變化，或者說今天在比較暗的地方要拍攝的話，用一顆自帶的補光燈會比較方便。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，如果說你是去買那種外加補光燈，你可能只能掛在旁邊或掛在這裡，那我的鏡頭一轉，那你的一定臉啊畫面就會比較暗。那現在補光燈是架在雲台上面的話，你鏡頭跟着轉，補光燈也會跟着轉，那這樣子你的明暗度就會一致，不會忽亮忽暗的。麥克風的話，這一次是配這個 Mic 3的部分，一樣是可以配到2支的麥克風。你今天想要混着配，比如說 Mic 3搭 Mac Mini 啊，或者說 Mic 3搭配 Mac Mini 2啊，其實都是可以混着用的，不用怕說沒有辦法配。对，所以選他們自家的產品，一套系統是最完善的。
我們現在先簡單試一下它的慢動作錄影的樣張，它可以直接放慢好幾倍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. 看一下 Pocket 3與 Pocket 4兩台的區別，雖然外形幾乎是一樣，不過可以看一下 Pocket 4的話，這邊有多了2顆按鈕，對，一個是可以做2倍的變焦，像我這樣子放大。對，它是做無損的，所以不用怕有裁切解析度變差的問題。那另外一顆的話就是自定義的按鈕，你可以自己設定習慣的功能到這邊。好，然後 Pocket 3的話，這邊就是完全都沒有做按鍵的。再來的話，小升級的部分就可以看一下這2顆的方向鍵。对，其實它 Pocket 3的話，之前會被人家講說它的方向鍵很難操作，對，這樣子。操作起來很不順手，那它 Pocket 4的話，它這次的方向鍵就做的會比較人性化，操作起來的手感會好非常多。對，這也是一個小升級的地方，供大家參考。如果今天有 Pocket 3的話，你有想要升級 Pocket 4，那其實它的长續航手把是可以共用的，這樣子，對，完全是沒有問題的。那如果你今天有其他的配件啊，你之前 Pocket 3已經有買了一堆副廠的改裝配件，大部分的東西濾鏡啊，或者是說這快拆的卡扣，它都是沒有變更的，都可以做沿用。好，那如果今天要問說 Pocket 3要不要升級 Pocket 4來說的話，如果預算夠，當然可以直接升級，因為它的改動還是有升級的，夜拍啊，240帧的 FPS 慢動作都有不錯的選擇。Pocket 4是不是很值得購買呢？我覺得是可以蠻值得購買的，因為它配件這次多了蠻多的新的配件，而且價格直接落在2萬以內，是超值得入手的。如果說覺得還不夠升級不夠多的話，那可以再等等，因為有可能會再出 Pro 版，Pro 版據說會有雙鏡頭的組合。OK，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。OK， 拜拜。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，我是沙啞小薰薰，感謝你的觀看，也歡迎幫我把影片看完，按讚、訂閱、留言支持一下。